这不是我的研发实验室。我的姑奶奶，你可算醒了！你睡了整整12个小时，我还以为你没事吧？郭冰冰，你还好吗？你别吓我，要不要去医务室？你叫什么名字？不是吧，你睡傻了？我是方圆啊！原主室友，原著第5章、第6章被张雨滩的拥德排挤出学生会，此后细碎归零，一个炮灰。唯一在前期对原主释放过善意的人，原主打工买翻遍衣柜，只有这一件不是名牌。你拿那个干嘛？你真要去啊？郭冰冰，张雨涵带了半个学生会的人蹲在那儿，摆明了要让你难堪。走吧。郭冰冰，雨熙学姐亲自来找你，你摆什么架子？你就是嫉妒雨熙姐和裴艳娥爷的感情吧？做人有点自知之明行不行？明天还来吗？来。食品院的学霸哎，听说他上学期拿了全省大学生创新赛1等奖，帮我收拾。这种调配精度根本不是校园摆摊的水平。你昨晚花钱请营销号了？去多搬2箱杯子。那个有人指明要昨天那种栀子花荔枝茶，研校的文章里写了，今天不卖昨天那款啊？为什么？栀子花是昨天摘的，今天用芒果青柠，拍得善良。不要拍我的脸。味食乌龙，芒果什么时候切的？青柠汁放的量，茶1小时前，1颗半，几只不及果肉，拼条的。铁观音占6成。学校保卫处又来人了，说我们排队占道，让换更大场地。我没有更大的场地。校园创业大赛的目前是我们和学校后勤团签加供货协议，所有参赛项目的生鲜原料必须通过咱们渠道走。喂，张小姐，您找我？郭冰冰那个摊位的原料也是我们供的。是的，张小姐，所有参赛者都在我们的供应渠道里。茶叶不是我们的。喂，钱永利，来我办公室一趟。张小姐，您找我？校园创业大赛的原料供应是谁在负责？这是违规的，所有原材料必须通过指定渠道采购，自己带的不算。那你打算怎么处理？按规矩应该取消他的参赛资格，但毕竟都是同学，给个警告，让他把茶叶换回我们的产品就行。那就按你说的办。写的啥？哎，帮跑个手团，去张姓虾的宋老板，亲送到劳斯。盛夏，分别打折，餐厅馆长。你什么时候联系的他？昨天晚上。可是那个指定渠道的规定写的那么死。写了啥？供货违规警告，自购茶叶未经指定渠道，必须替换为指定供应商产品，3日内不整改，取消参赛资格。他们的茶叶你又不是没试过，那个茉莉绿茶泡出来跟刷锅水似的。方圆，帮我跑个腿，去东门干货市场找宋老板。你什么时候联系的他？昨晚看完大赛供货章程就联系了，可指定渠道规定那么严，只限原材料，没说不能自带添加剂。郭冰冰，你真的是个天才。那你怎么办？17号选手郭冰冰，项目名称：岛屿来信新中式茶饮。人也太多了，评委中间那个不就是剩下的人吗？张雨桐肯定早就跟他打过招呼了。我的项目没有 PPT， 因为茶饮不是用看的。这茶冷泡，荔枝提甜，青柠调酸，芒果青柠乌龙，还得自半消脂文件遇到。这茶叶你从哪儿进的？比赛章程里写的很清楚，必须走指定渠道。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用私茶？因为指定渠道供应的茶叶配不上我的配方。你说的配不上是原料客观差距吗？是，指定茶园回甘不足，我对比3天换了去。你的凤凰单葱哪儿拿的？东门宋老板潮汕种茶。那个刘总监的脸都要拉到地上了。不过严笑替你说话了，他是不是早就认识你？什么认识的？我怎么不知道？前天。你是盛夏的人吗？我是郭家的养女，你亲生父母的那个家。所以，张雨绮只是幌子，她背后的人才是你的对手。郭笑笑，他不就是你们郭家那个？他跟你说什么？说我太急。急？你刚才怼刘总监超淡定。不一样，在台上我知道我在做什么。那现在呢？那个空白，我早晚要填上。这胶水过期了吧？粘得跟仇人似的。用这个，我实验室拿的食品级配方，没毒。你怎么不早拿出来？3区分离，操作区靠近水源，储物区能背光，打包区临街，是商业厨房的基本布局。你学食品工程的？我辅修了工商管理，送你的开张礼物。这得要多少钱？我不会给你免费喝的。那就给我员工价。好。对了，那个郭笑笑也进复赛了，他的铺子在隔壁那条街，位置比你好。我知道。他知道你的原料渠道不是你自己的。
他找过你？昨晚他在实验室等我，问你配方逻辑，我没说，问了什么？只记得一句：你真觉得他能赢？我说能。然后呢？他说他也是。这个郭笑笑到底站哪边的？他是在收集信息，选好立场才站队。正常15天，加急1天就好。说真的，最烦张雨欣那种。你们好好干。谢谢。开喝。我找到你说的那个柠檬汁了。什么柠檬汁？这是我用微生物发酵技术复制的柠檬风味液，不苦，酸度稳，不用现挤。什么意思？省事儿省钱，每杯味道还都一样。你去申请专利。我去申请，专利写郭冰冰。为什么？你瘦了。排队在右过手边，扫码点单，扫墙上那个码。新品推荐芒果青柠乌龙，第2杯半价。我不是来买茶的。那就请让一下。下一位。郭冰冰，我知道生气，但你不能一个小铺子里靠摆摊给自己争面子。跟我回去，国家大门我给你开着。我没有变，你只是从来不知道我是谁。盛夏刚签赞助，复赛规则要改，必须用他们桌放没用了，想做就得按他的规矩来。说完了，说完了，请你让开，队伍排的有点长。你看，你不生气，生气有用吗？那怎么办？中央厨房是盛夏管的，配方要交给他们，你要在钱永利的眼皮底下做茶。他上次在评分表上给你打了全评委最低分。不用交配方，门店可现场调配。你什么时候弄的？陪送帖那晚，我早料到张的打算。郭冰冰，你就永远不会被打败吗？你这个原料规格定得太细了，芒果要海南台农，青柠要越南无籽，凤凰单层要潮州乌当村春摘，这比我们供货系统标准高了不止一个档次。要求高不是违规。你觉得盛夏会给你批这种级别的原料？盛夏不是章程使的指定中央厨房仿统一加工，没有规定原料必须由母独家提供，我可以委托加工。行，原料可以进，但要先过品控，品控驳核，不管是哪儿来的找下的人，品控标准也是盛夏定。还有，全部。怎么多少是不细听啊？23个，剩下的内部标准比国境标准低，有些项目咱都没有检验要求。比如说，微生物指标，国标准要求促出1000 CFG 根，剩下的内标准5000，5倍差异。如果用盛夏的标准检测郭冰冰的原料呢？没问题，它的原料远超国标，但反过来就不一定。反过来，要是加工出问题，他们拿剩下的标准倒推，就会把锅扣给郭冰冰，外人只会怪原料，不会怀疑加工。那怎么办？测，我自己测，用实验室的气串孙布仪和微生物培养坛对比检测每一批原料和半成品体的各项指标。如果真的有人在加工环节做手脚，饭要凉了，记得吃。数据会说话。检测报告能发我一份吗？发了也没用，这批茶底报废。那就重做。原料不够，撑不了多久。我要在场看着加工。你不能进车间，只能在观摩道隔着玻璃。可以。又是钱永良，他是故意做手脚的吧？没证据。等陈坤白出完那份检测数据，我们就有证据了。谢谢你。谢我干嘛？谢我帮你骂人。谢你没有劝我放弃。放弃人头，老娘这辈子第一次觉得帮人打架可以不用拳头，用配方。正好，你的第2批凤凰单葱马上要进发酵罐了。今天按你要求的工艺参数走，发酵时间6小时，温度28度。我能看一下控制板吗？当然可以。小李，把发酵罐的参数给郭小姐看一下。我就在这里看着。剩下的温控 PLC 设备有漏洞，面板显示值和实际运行值可以不一致，需要手动校准。面板显示28度，实际可以调到31度。能证实温差吗？可以，红外测温枪隔玻璃测外壁就能反推光内发酵温度误差0.5摄氏以内。你有测温枪？实验室有，借给我。已经拿在手上了。你那个发酵柠檬味味液专利写的怎么样了？申请书已经提交了，审批周期大概要3个月。好，等专利下来，我们自己做中央厨房。严笑，你认不认识江城市市场监管局的人？大学室友就是食安处副处长周宁，让他说明情况，自己来联系。谢了，多谢，欠你一次。不用欠，等能赢的时候记得和他打一场。周处，怎么突然？接到举报，例行检查，重点查发酵车间温控、质检数据和半成品流样，请配合。面板28度，记录31度，你怎么解释？我是按规程调的。谁让你调的31度？我原以为最怕配方不行，现在才懂，配方好才更危险。最危险的不是配方，是既当裁判又当球员。
我们现在算什么？我们是那种不听话的球员，裁判不给判，我们就自己来。好喝但不安分。该打雷的时候喝。一杯新品，你上次问我是不是盛夏的人，我是郭家养女。当年你走失，你父母为了宽慰自己，收养了我。你被找回来那天，母亲让我躲着你。我恨你，不是你有错，是你的出现让我彻底成了外人。你被赶出郭家那晚，郭家人当众认我独女，我看着你独自拖着行李离开，那时我在想，你但凡回头，我就跟你走。那天你问我是不是盛夏的人，我早就不想做郭家的女儿了。钱永利的事儿我帮你，不是让你报恩，是那晚我本该跟你一起走。郭笑笑，你买的那杯茶还没喝完，外带的话我给你换个防烫杯，下雨天纸杯容易软。谢谢。雨停了再走。好。你快看，钱永路被停职，盛夏中央厨房也被停了。半决赛我们能自己选场地做茶底了。还有陈曲白的柠檬风味液专利也正式受理了。今天关门后，我们去吃火锅啊，庆祝。我要吃4盘毛肚，先擦头发。等一下，郭笑笑来过。多谢，小心。你也是。4盘毛肚够不够？来一杯。要什么？你推荐。茶是好茶，但你的格局太小。你闹也闹够了，你搞垮盛夏，搞掉钱永路，丢尽郭家脸面，该收手了。你是来让我回家的？回家。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马上退出比赛，关掉这家铺子，郭家给你安排体面的工作；第二是你继续给张雨绮当打手，把亲女儿往死里踩。我跟盛夏有商业合作，这不是私人恩怨，是生意。把女儿赶出家门也是生意。你当时自己不走的吗？没人赶你，你自己写的断绝关系声明，自己签的字，现在想起来自己是郭家的女儿了？早不记得自己是郭家女儿。当初我签断绝声明，你冷眼旁观，你是替张雨诗当说客，不是认我，想让我退赛，让盛夏公开承认数据造假道歉，做不到就按我的规矩来。你的规矩是什么？我的规矩，谁违规舞弊，谁自行担责。当年收养笑笑，是你走失后，你母亲近乎崩溃，我不得已的选择。他后来也没来找我。他是不敢，你受的所有委屈，网上的非议，他全都看在眼里，日日煎熬。你今天来，你知道吗？他不知道。我来不是替张雨思做说和，也不是替盛夏做说和，我来确认一件事。什么事？我的亲生女儿是不是真的不需要我？规则改了，门槛也更高。半决赛比拼整套体系，不只是单凭口味。简单说，光茶好喝不够，专利、供应链、品牌都得拿得出手。仪式感拉满，我们进半决赛了，而且新规开放，我们可以自主加工制作了。欢迎各位评委、选手莅临本次江城大学创业大赛半决现场。乳酸菌发酵柠檬风味液专利待审，降格严专是我合伙人陈志白研发的。你们是什么关系？合作伙伴。同学关系。月流水多少？日均1万，月流水30万。毛利率？门店65%，规模化后可达75%以上。一杯茶最大的价值不是好喝，是多年以后有人喝到类似的味道，会想起20年夏天的某个下午，在街角那家小店里坐了一会儿，喝了杯东西，然后觉得日子还可以继续。你猜决赛场地在哪儿？盛夏总部。决赛场地申委都和盛夏有合作，这就是评委既当球员又当裁判。不决赛新3成占比的品牌实力评分标准模糊，全靠评委主观判定。说白了就是评委可以随意打分。差不多。决赛评委名单出来了吗？出来了，主评委张副秘书长公正，但新增2位特邀评委，一位是盛夏副总，一位贺煞有亲属竟一向盛丑，是3位评委，就是说还有1名媒体评委，其刊物年度广告由盛夏冠名。他们改规则，我们改打法。
品牌分他们可以操控，但4成的产品分、3成的现场分他们动不了。产品分由张副秘书长把控，现场全程直播，打分公开公正。所以我们只要在产品和现场表现上拉开差距就行。品牌分协为主观评判，但只要我们的品牌影响力足够强，就能变成客观实力。加快柠檬风味液专利进度，决赛前我必须拿到初审通过公告。专利局的流程我没办法干预。不用干预，整理实验数据做技术白皮书，拖延效对接行业媒体发布。专利没下，先筑起技术壁垒。这招可以，白皮书一出，剩下想抄也晚了。技术归属已是公开事实。对，我要评委打分前就记住岛屿私信。言笑说你这里缺钱，但其实你不缺钱，你缺的是把营业额在1个月内翻倍的渠道。好茶，乌蛋村的老树。我这种品级单丛我只在凤凰镇老茶人家喝过。你的供货商是谁？老宋，宋明远，凤凰镇老牌茶农。你拿到的是乌蛋核心产区手炒茶。老宋不只是供应商，他是我们的合伙人。所以你的产品壁垒不仅是配方和技术，连原料都是别人拿不到的独家货源。我给你一个方案。决赛前4周，新开3家快闪店，选址万达、江滩步行街、大学城商圈，全是周末万人流量的优质点位。快闪店需要多少投入？单店成本8到10万，3家总计不到30万。以你的口碑热度，4周保守营收可达80至120万。加上我们现有门店的流水，总营业额可以突破400万，足够满足 A 级品牌评估的门槛。我还有品牌增值方案。快闪店开业当天，言笑现场直播，我对接行业媒体做专题报道，不用直接宣传，把我们当做新茶室案例植入即可。这样评委在打分的时候，就算想压我们的品牌分，也找不到合理的借口，因为整个行业都在讨论我们。400万营业额，我们能做到吗？做不到也要做，我们没有退路。你一个人写的？连夜写的，有小 bug， 但功能通了。我在优化下，决赛前能支撑3家快闪店同时运营。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干了？因为他需要。你还不睡？调完最后一版配方就睡。叫什么名字啊？决赛的那杯叫岛屿黎明。紧张，今天到场的人会很多，除了评委和参赛选手，还有媒体、投资人、学校领导。言笑说他的直播预约已经超过10万了。那在想什么？在想今天这杯茶，昨天调试的时候总感觉少了一点什么，不是配方的问题，配方是准的，比例也对，但喝完之后嘴里没有那种想要再喝一口的感觉。你爸今天会来吗？不知道。走吧，不管谁来，今天的主角是你。千万别掉链子，千万别掉链子，千万别掉链子。没问题，我检查了3遍了，雪克杯、量杯、搅拌棒、温助剂全部就位。陈独白刚才过来把糖度计校准过了，平板也连上了数据后台，原料在后面冷鲜柜里，老宋今早5点亲自送来的。喘口气。围裙也帅，但主要是眼神帅。你现在的眼神跟当初在20堂门口第一次摆摊的时候一模一样。他紧张了。各位选手请注意，距离比赛正式开始还有10分钟。不管结果如何，谢谢你，谢谢你坚持出摊，没有放弃，让所有人看清，所谓的恶毒女配也能站到这里。还没结束，别提前庆功。第38届江城大学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正式开始。在座的各位选手，今天在咱的这个赛场上的最后一战，作为主评委，我只强调一件事：本届大赛的评审原则只有6个字，凭手艺，不凭人情。我做了20年餐饮评审，见过太多被资本捧起来又摔下去的品牌，真正能活下来的，只有一种。把产品当命的人。开始吧。第2环节是你的主场。这杯茶放了多久了？15分钟。放了15分钟，香气还没散。这是我们自研乳酸菌发酵的柠檬风味稳定剂，能在饮品表面形成油脂薄膜，锁住香气。专利正在申请，技术白皮书已对外公开。风味物质挥发率降低37%，这个数据是哪儿来的？本校10颗元气功菌盆仪检测，原始数据在附录第3页，附有实验员签字与仪器编号。
你觉得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在这个赛场上，每一位选手都是值得尊重的对手，但在我看来，最大的竞争对手永远是自己。你的岛屿黎明用了一种基于乳酸菌发酵的柠檬风味液，这项技术目前在国内新艺领域几乎没有先例。你的研发团队有多少人？一个人。我的合伙人陈于白，一个人。这项技术知识产权归学校还是归你们？专利申请人为岛屿来线，发明人陈于白，校院。乌蛋单丛产量很低，你怎么证明原料正宗？供应商是本地老茶农宋明远，有身份证明、协会证书和溯源二维码可核验。你初赛曾说指定渠道的茶叶配不上你的配方，当时的供应商是盛夏，对此你现在有什么补充？我无需补充，事实证明我说的没错。盛夏茶叶不匹配我的配方，初赛只有自测，现在我有第三方检测报告，一份是指定供应商茶叶的检测数据，一份是我自购茶叶的检测数据，茶多酚含量相差12%，氨基酸含量相差9%。这些数字不是我编的，是气触尊谱仪和高效鲜尊谱仪跑出来的。郭冰冰，最后一个问题，我问你本人。您请说。你从校园摆摊起家到现在创立品牌、申请专利、进入决赛，在这个过程里，你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不是技术上的，是人。我最大的困难是一直有人否定我，否定我配不上好茶，配不上自己的配方，更不配参赛，不配赢。说这些话的人或许早已忘记，但我一直记得，每一次被否定，我都只能加倍努力，证明自己值得。我真正在意的是努力的过程，不为反驳别人，只为证明我值得。茶叶、技术、伙伴的信任都是我挣来的，不论名次，我已经证明自己。赛场只是见证，不是审判。是真水晶还是假的？是 K9 光学玻璃，切工不错。岛屿黎明是我近年喝过最好的新式茶品，不靠技术配方，是你的心境，让茶拥有了生命力。饿不饿？包里还有包饼干。饿。去吃火锅，毛肚、脑花、藕片。上次那家。先回去睡觉。那是冠军奖杯，你把它塞储物柜里，跟备用的纸杯放一起。奖杯不能跑茶喝，茶叶能。通知各门店，明日上新冬日单丛，茶底换闽南铁观音拼配，加入柠檬风味液与蜂蜜姜汁。口味会有偏差吗？换掉单丛，保留清香，风味液补足柑橘香气，姜汁增添暖意。这不是替换，是升级。成了。不需要找个律师看看吗？他不需要写这条，他写了，说明他和我们站在一起。这文章明摆着是有人背后搞鬼，懂技术会写文章还匿名，除了盛夏还有谁？不是盛夏的人写的，盛夏研发团队水平我清楚，他们对发酵工艺的理解没有这么深。那是谁？这篇文章不是外行写的，是真正业内人士，而且不需要被张雨涵收买。他不是帮盛夏，是真心认定我们的技术是概念炒作。这种人最难对付，他从不说谎，只坚信自己的判断。我们不反驳技术层面的质疑，我们把所有数据公开，不必全盘公开，只放出无可辩驳的实验与检测材料，不做辩解，摆出事实就够。这是那个毒舌大 V 赵明远，从来不给任何人站台的赵明远。这家公司，我想见见。见什么？他们抢了我们的冠军，抢了我们的市场。抢？他们抢了你的冠军，是因为你的产品不如人；他们抢了市场，是因为你的策略不如人。商场不是学生会，没有谁抢谁的东西，只有谁比谁更强。记住，你知道盛夏去年全年的营收增长率是多少吗？7%。3%。新兴厂赛道去年平均增长率是18%，盛夏跑输了整个行业。不是因为对手太强，是因为我们自己老了。约他们创始人，就说我想谈谈合作。
专家好，我是陈宇白，今天汇报的题目是……这里慢一点，下面坐着的都是业内专家，他们不需要你解释基本原理，他们想看的是你的差异分析。我们通过对比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关键指标，可以发现……紧张吗？我不怕讲报告，我怕的是讲完之后还是没人懂我们做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陪我去一个地方。大一做实验屡屡碰病，我常来这里散心。这株藤蔓当初近乎枯死，我一直用营养液养护，如今它活下来了。张董非常期待与您会面。周4下午3点，盛夏集团总部38层董事长办公室。会不会是鸿门宴也要去？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想合作，多一个渠道不是坏事。如果他们另有目的，不去反而显得我们怕了。那我陪你去。你留下来看店，我一个人去就够了。这是什么？谈判筹码，他们要技术，就给他们看这张表，表上的每一项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卖。请坐。百闻不如一见，岛屿来线的创始人比直播里看起来更年轻。年轻人做茶不丢人。年轻人有冲劲儿是好事，但只有冲劲儿没用，供应链短板，产地缺失，你的品牌很难做大。盛夏可补足你的供应链短板，降成本，保障原料供应。条件呢？盛夏战略入子岛屿货件，持股可商议，风味业专利双方共享，联合迭代技术。表上是我们全部知识产权，均已确权，归创始团队所有，专利、技术、品牌、团队一概不出售。你不像是来谈判的。我是来交底，拒绝技术收购，供应链换联名渠道，我们要对等合作。你们也太自大了。